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解密有关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相关机密文件。事实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于就任的前2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胜利集会上披露了这个重磅消息。那时他说，接下来几天我们将公开其余的相关记录，以及其他和公众利益高度相关的主题文件。特朗普说到也做到了。约翰·肯尼迪呢，是在1963年遭暗杀的。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都是在1968年遇刺身亡的。这3起刺杀案可以说是美国现代最知名，也是阴谋论最多的刺杀案。嗨，大家好，我是方竹。那在今天呢，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布满了迷雾的历史事件——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也有请朋友们点赞、订阅方竹时间，也请您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期节目了。方竹时间节目呢，会在每周6更新，如果不忙呢，方竹也会加快更新速度。在这里，方竹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关注和支持。那是在1963年11月22号12点30分，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和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奈利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驶过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遭到枪击，不幸身亡。暗杀事件之后，达拉斯警方迅速地抓获了凶手。是一位退伍军人，他的名字是里·哈维·奥斯瓦尔德。但令人预料不及的是，2天后，在从警局被押往监狱的途中，奥斯瓦尔德被酒馆老板杰克·卢比枪杀了。而3年后，卢比于刑期中死于监狱。此前，卢比曾反复要求负责此案的沃伦委员会将自己带回华盛顿，觉得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委员会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就这样，1967年，卢比因患肺癌死于医院。临死前，他声称被人下毒。枪杀案件发生后，联邦政府立即成立了沃伦委员会，负责调查该案件。经过10个多月的调查，在1964年9月发表了一份官方报告《沃伦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是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雇员里·哈维·奥斯瓦尔德。他从该大楼的6楼窗口向乘坐敞篷车从楼下经过的总统开了3枪。第1枪落空，第2枪击中了肯尼迪后颈下方，再穿出打到他前方的德州州长约翰·康纳利。致命的第3枪则从后脑击穿肯尼迪的头部，导致脑浆四溢。肯尼迪迅速被送往了附近的帕克兰医院，但被宣布抢救无效。沃伦报告最终的结论是，刺杀肯尼迪属于单独行刺的个人行动，无关更大的阴谋。这个结论一出，美国上下可以说是炸了锅，因为这个结论的可信度实在太低。后来呢，媒体和民众也给这一结论起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名字，叫独狼理论。为什么说沃伦报告的可信度极低呢？有专业人士分析说，如果刺杀肯尼迪是里·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那他必须做到这样2件事儿。第一，用一把老旧的卡尔卡诺 M91栓动式步枪，在5.6秒时间内连开3枪，后2枪还得命中目标。可是经过专业射手测试，就是不考虑瞄准，空放3枪至少也要7秒。那里·奥斯瓦尔德是怎样做到的呢？还有接下来的疑问，也就是第2点，这个细节很重要，方楚也要放慢语速。刚刚说到最后2枪还得击中目标，
那接下来是其中一枪必须同时打中2人，在他们身上打出7个不同角度的弹孔，子弹必须从背后命中肯尼迪的右肩下方的位置，子弹在体内翻滚之后，从总统的喉部飞出，穿过前排就坐的州长康纳利的右背，再射伤手臂，再穿出手臂，最后让子弹留在州长康纳利的大腿里。想想就知道这概率极低，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也被称为魔法子弹。到了2004年，苏格兰游戏工作室 Traffic Games 出了一款叫《刺杀肯尼迪》重装的 FPS 游戏。FPS 游戏呢，它的英文是来自 First Person Shooter， 简称是 FPS，是以玩家的第一人称视角为主视角进行的射击类电子游戏，通常需要使用机械或者是其他武器进行战斗。这游戏呢，还原了肯尼迪遇刺的整个现场，包括当时的建筑、道路、车辆、车内人员等等，都是参照了沃伦报告。而玩家的任务呢，就是亲手反复尝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按照独狼理论和魔法子弹的标准成功刺杀目标。最终结果是基本上不可能。肯尼迪呢，是美国史上第4位遇刺身亡的总统，但是唯有他的案件疑点重重，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五花八门的阴谋论也在民间流传。主要的几种说法包括，并非单人作案，幕后黑手是中央情报局，这与黑手党有关，是古巴政府复仇，甚至还有因揭发外星人秘密协议而被灭口的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阴谋论在流传？因为背后有一条诡异的杀人链。1976年，美国成立了众议院遇刺调查特别委员会，从1976年到1979年，再次对肯尼迪总统遇刺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又得出了与之前相同的结论。但有证据称，在肯尼迪遇刺后的3年内，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事件中自杀或者被谋杀。奥斯瓦尔德生前也否认了枪击总统，并声明他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他在死前曾经说过：“我只是一个戴罪羔羊。”这让整个案件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围绕这一案件的猜测和传闻也是层出不穷，美国政府被迫多次出面辟谣，但效果不甚理想。2013年4月2号，根据一家专门分析政治动向的美国机构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所做的调查显示，有 51% 的美国民众投票认为，刺杀肯尼迪的是一个巨大的秘密阴谋组织所策动执行的，只有 25% 的人相信里·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近期获特朗普提名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也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侄子。他就认为自己的父亲和伯父的死均有非常大的阴谋。他一直认为中情局参与了肯尼迪总统的暗杀行动，甚至就是暗杀行动的直接策划者，而他的父亲遭到多名枪手刺杀身亡，而非遭到个人枪击身亡。小罗伯特还谈到了一本出版于2008年的书《肯尼迪与不可言说的真相》。作者吉姆·道格拉斯汇总了过去几十年公布的肯尼迪遇刺案所有的证据。他认为肯尼迪确实遭中情局暗杀，原因是他当上总统后逐渐从冷战斗士转为持久和平的追求者。但美国军情机构不惜代价要赢得冷战胜利，认为肯尼迪的转变是背叛。这些不可提及的势力杀了肯尼迪。小罗伯特说，这些证据和证词是逐步发布的，当他们堆在一起，故事就非常清楚了。
当我叔叔肯尼迪担任总统时，他被美国军工联合体和情报机构裹挟，这些机构要求他在老挝、越南等地扩大战争。肯尼迪拒绝了。肯尼迪认为美国总统的职责是让国家远离战争。许多人读完这本书直呼毫不怀疑中情局参与其中。著名的保守派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也就是原福克斯新闻一哥卡尔森今夜秀的主持人，他在一档中情局与肯尼迪节目中直接指肯尼迪遇刺背后有惊天阴谋。他说中情局在肯尼迪遇刺案中扮演了某个角色，并说自己有消息来源。这个人不是阴谋论者，而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中情局秘密文件的人，对文件内容非常的熟悉。卡尔森曾经问过对方中情局是否在此案中起了作用，回复是毫无疑问，他们参与了。这个国家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卡尔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案的疑点也会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资料是如何被解封的事儿。根据遇刺当时的政策，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资料将被封存75年到2039年，但这一规定在1990年代发生了转机。电影《刺杀肯尼迪》打破了沉默。电影上映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公众开始不断要求公开这起事件的档案。迫于舆论的压力，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了肯尼迪档案法案，要求将多达数百万页的调查资料在25年内全部公布完毕。此前，这一批资料中多达98%的内容已经被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陆续公开。尽管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这两大安全机构的官员对公开资料持反对态度，坚持部分档案应当持续保密。但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10月21号说，除非接到进一步通知，他将允许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与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最后一批机密档案，并当天在推特上宣布此事。因为2016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一旦入主白宫，他将公布肯尼迪遇刺案的所有机密文件。可是呢，就在2017年10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公开人们期待已久的多份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有关的文件时，他在 CIA 和 FBI 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游说下，推迟了解密这批文件中的一部分，暂缓公布余下的300多份档案。现如今，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已经兑现了承诺，并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解密有关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相关机密文件。虽然从解密到公开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有消息灵通人士已经透露说，是因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要揭露一些权贵的问题而导致被杀。想说的是，时至今日，美国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出版物累计已经超过了4万多种，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取信于大多数人。在美国音乐和文化界影响力超过50年的重量级别人物鲍勃·迪伦也将肯尼迪刺杀案融入了他的新歌。那是在时隔8年，他在2020年发布了一首新歌，名为《最卑鄙的谋杀案》。歌曲呢将近17分钟，始于一个真实案件，并将此后在音乐、艺术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编织在一起，比如披头士和玛丽莲·梦露。歌词共涉及了74首歌曲，放眼望去全是典故。不难想象，肯尼迪遇刺案的迷雾也会随着流行文化更广为流传。如今呢，我们身处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自身的情绪和偏见影响。
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版本的真实。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感谢您的观看和陪伴，敬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次见。